结构上多一克，就意味着整个飞行过程中消耗的燃料更多，给飞机的作战性能带来很大的影响。一下子把结构件减下了几百公斤，这就不仅仅是省油那么简单的问题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为战机减重几百公斤的王向明院士贡献有多大。11月18号新华社发布喜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新一代的院士尊衔工作正式揭晓，其中有沈阳飞机设计所的王向明。这位歼35战斗机的副总设计师之所以能够评上院士，是因为他有一项专门的技术，权威有用，金手 3D 打印技术。根据有关资料呢，王向明总师带领的团队通过应用 3D 打印技术，把舰载的隐身战斗机的机翼结构件重量降低了几百千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就啊！在中国的两岸院士当中，因为单项技术取得重大突破而获评的人是相当的不少。比如中国航天体系当中有那么一批院士，分别在陀螺仪工艺控制等关键技术上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有些院士从来没有任何行政职务，也没有当过什么总设计师，但是他们所突破的单项技术具有战略价值，决定了重点型号的成败，而且得益于他们的科研成果的不是一个或两个型号，而是一批国家重点任务和战略战术型号。所以把这些专家增补进两院，体现了中国科研和工程体系兼收并蓄的宏大架构。王向明院士是航空领域的专家，他在飞机制造方面的成就非常突出。飞机上呢有很多关键的技术，像发动机飞行控制气动外形等等。而要把这些关键技术组合起来，成为一架有战斗力、有生命的飞机，就需要有先进的飞机制造技术了。长期以来我们的国家的先进制造技术一直处在世界落后的地位，总设计师们精妙的想法无法变成实实在在的产品，而一线的工人们辛辛苦苦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也不能够达到设计师们的要求，这其中的矛盾严重制约了中国国防工业的发展。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财政实力有了比较大的提高，因此国家下决心在整个国防工业领域进行一次工艺装备和工艺水平的大幅度的提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感谢一些人，那就是台独分子。正是因为他们在疯狂的叫嚣，不断的要以武拒统，甚至还要对大陆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而且从美国进口了一大批当时很先进的武器装备，比如说 F-16 战斗机、ERT 鹰眼预警机等等。大陆国防工业和解放军感到了严峻的挑战。台独分子本身是没有什么战斗力的，但是他们所倚仗的美国军火，它的制造工艺的先进水平，那还是不容置疑的。为了解决中国国防工业在制造方面的巨大的短板弱项，中国军工行业上上下下励精图治，舍得投入，在10多年的时间里面，让中国的装备制造水平跨越了几个时代，推出了一批非常先进的型号。王向明院士的主要成就就是 3D 打印技术的应用，用钛合金的粉末直接打印飞机的大型结构件，可以认为是 3D 打印技术皇冠上的明珠。王向明团队通过努力把战斗机的机翼结构件重量降低了几百千克，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战斗机的起飞重量虽然有20多吨，但是每一点质量都要斤斤计较，结构上多一克，就意味着整个飞行过程中消耗的燃料更多，给飞机的作战性能带来很大的影响。一下子把结构件减下了几百公斤，这就不仅仅是省油那么简单的问题了。这意味着战斗机的机动性能可能更加优秀，也可以多带一发导弹或者是精确制造炸弹，在战斗出动中会多攻击一个目标。这几百公斤的重量从战斗机身上减下来所带来的价值是可想而知的。3D 打印呢是一种广谱技术，不仅仅能够用在机翼上，还可以用在飞机的其他的部件的制造上，不仅仅能够用在战斗机身上，也可以用在轰炸机、运输机、预警机、直升机等其他的飞机型号上，还能够用在导弹、火箭甚至于车辆上。像这种关键技术的单点突破
所带来的效益，很可能使整个国防工业的制造水平有显著的提升。说到这里啊，我想大家可能就明白了，为什么王向民总师会因为一种单项技术的成就而获评中国工程院的院士。相信随着国家财力的不断的投入和技术的发展，会有更多的专业人士因为单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而获得各种各样的称号和荣誉。在这个庞大的专家矩阵背后，是整个中国工业的和实力的大幅度的提升，也是支撑我们大国地位的坚实保障。